连乡下来的皮猴子，不会连糕饼都没吃过吧？说谁没吃过？谢子言，我今日一定要打断你的腿！佛冠凌雪是京中林家最小的幼女，猫姐是当今皇帝的贵妃，嫡亲的兄长是驰骋疆场的少年将军，风光无限，因此家中长辈皆对我寄予厚望，要将我也培养成一个大族贤妻。而我偏偏遇到了一个讨人厌的皮猴子，不就是砸了你几枝花吗？夫子昨日还教过，既为同窗，相煎何太急啊！对，长生哥哥，你也要帮着他欺负我是不是？对不起嘛，还不是你先投毒，还敢回说？再回了家，你欺负雪儿的事，我定会如实禀报叔父。哥，我都知错了，我不弄这丫头就是嘛。我自小便知，我注定是长生哥哥未来的小媳妇。长生哥哥总会给我带来二哥的信，长长的信件上只寥寥几语关于我。不过娘亲似乎要给哥哥说亲了，我不知道未来嫂子是什么样子。来人！后来长生哥哥因病去关中小养，而我却在及笄之日意外被设计和谢子嫣。吃干抹净就想走？你敢再出声，我只好携手灭口了。事关两家名声，谢家小子一直不说话，难不成你还看不上我家凌雪不成？不，昨夜确实什么也没发生，我和凌雪皆是清白之身，况且我身份地位，着实配不上。过几日电视放榜，未来的状元郎谈什么配不配得上？母亲竟然会对谢子怡那个不学无术的皮猴子不此厚望，真是不了解他。可当我真的站在谢父门前时，却发现那跟死尽可惜的人群。哼，这婚我自有办法，毕竟我心里的人可一直都是长生。哥哥终于回来了。刚回来不久，哎呀，雪儿都不觉这般大了。对啊，是个能出嫁的大姑娘了。哥哥，围在门口那些人都是来拜见谢子莹的。若不是哥哥身体不好，这状元早该有哥哥一份。你呀，状元哪是那么容易得的？我有听子莹说起你们的事，想要什么婚庆礼物，我好提前备上。哥哥也觉得我应该嫁给他吗？可我自小到大喜欢的人，哥哥明明一直都知道。雪儿，小姐小心！那日金马后，世人皆知是谢子莹抱我回了林家，林谢两家的亲事已是板上钉钉，可我偏是不撞南墙不回头。哇！林雪啊林雪，你何时也成了那两手君子？这么着急把自己送出去，凌雪，你不知道男人在夜里都是可怖的吗？长生哥哥又不是你，少拿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。看来我得告知哥哥，我着了咱府里好大一只登徒子呢。啊！你上次寻的那两本古册，我买来陪你不行吗？名家真迹哦。还不走？哥，门外有个女色。自长生哥哥离京后，我和谢子莹倒也算半个青梅竹马，关系自也没有小时那般恶劣，他反而多了些身为男人的担当。我查出那日给我们下药的人是我哥哥，你信我吗？你就算得不到我，也不必诋毁长生哥哥吧？谢子怡，你明知我无意于你，何况那夜本来什么就没发生。林谢两家婚帖已下，3月后小爷我会风光迎娶你。与其惦记你得不到的人，倒不如放我下去。不是崴了脚吗？那也不用你管。哥，京中人尽皆知，谢家大公子谢承生孱弱病体，患有心疾，注定活不过20岁，却无人知，我谢子吟便是谢氏长辈破局的刀，他们要挖我的心，来医谢承生的心病。子吟临死前只有一个愿望，只要娶到林家幼女，这辈子也算满足。就照此做吧，但你要记住，绝不可因从事而滋长了野心，你这辈子注定是长生的替补。是，可他们并不知道，长生哥早就做好了必死的准备，他承诺过会放我自由。子吟一定要好好待雪儿，
否则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哥，我知道。公子您请回吧，小姐她今晨入宫去见贵妃娘娘了。哎，可她却是留了封信给您。哼，怕不是什么莫名其妙的退婚书，以为逃到皇宫我就抓不着她。还是您了解小姐啊。哎，你不能去宫里啊。这是哪儿弄的茶叶？姐姐喜欢，我那还收了一库房呢。谢子莹说喝这些去火，那她肯定很喜欢你。你来我这儿要躲的人就是她吧？谢子吟可是今年高中状元的谢家郎，我记起来了，往年回家省亲，倒常见你俩玩在一处，你俩很配呢。姐，你都知道我在躲他了，还提他做甚呀？况且我喜欢的人明明是谢家长子，他根本比不上长生哥哥一根汗毛。你胆子大了，敢跟你二哥抢人？你呀，平时看着倒很聪明，那谢家大郎年幼身弱多病，多得你阿兄照拂。以往书院学堂里，他们的故事可是圣迹。直到你哥离京戍边，流言这才停下。他喜欢你，不过是爱屋及乌。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。今日相聚甚欢，过几日小女及笄在家设宴，不知谢大人可否赏光啊？子吟已谈婚嫁，就不凑热闹了。多谢知府大人。还好是撞到小爷我的怀里，要是其他男人，雪儿，等久了吧？怎么不传人叫醒我？长生哥哥，抱我一下可以吗？怎么了？所以长生哥哥真的不喜欢我，不喜欢为什么急匆匆的，连衣服都没穿好就来见我，不喜欢为什么要对我好。在你眼里，我的喜欢是不是很傻，很可笑？林雪，你太过分了！你还给我下药，要把我送给谢子怡，放开我！我不会再喜欢你了，也不会让你践踏我的尊严了。哪怕没有你们谢家兄弟，我也可以活得很好。雪儿，哥哥的优柔寡断已经害了很多人了，不喜欢他就不要自以为是的待他好了，那样只会伤他更深。我们是俗人，不是圣人，没法做到像哥哥那样无私无畏。谈何无畏，将爱人拱手让人，心都快疼出血来。公子，谢子怡，我失恋了，我再也不能喜欢长生哥哥。伤心就哭出来。不哭了，再哭就太丢脸了。我二哥在地下被笑话了。怎么小时候没发现？你还挺好看的。哼，你脸红了？别耍我玩，我不是你移情别恋的工具。那就算了。本来是想和你培养一下未婚夫妻的感情的。闻君有两意，不来相决绝。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。那是秋末临冬的时候，谢子怡带我去猎场捕猎。中！别得意，我们如幼时一般，你来我往，追逐打闹起来。忽觉记忆里所有关于长生哥哥美好的回忆，不过是幼年时这家伙欺负我，压我一头时，哥哥帮我出气。若是这辈子一定要挑一个成婚，不是长生哥哥，是谢子莹的话，倒也不错。林雪，林雪。谢子怡，好看吗？别担心，我这不是找到你了吗？所以不能再放开我的手哦。纸鸢与青，共赴白头。竟然下雪了，你的愿望实现的也太快了吧？那你的愿望也会很快实现的。你知道我许了什么愿吗？就祝福我。情同我心，仅此而已。
后来我再去谢府，只听说长生哥哥病重，可无论我如何打听，谢府里都没露出一点风声来，就连盘问谢子吟，也只是被他胡乱搪塞。我直觉他有事瞒我。你安心准备婚事就是，我只是谢家外戚，也不太懂这些门道。哦，等你状元郎的府宅分下来后，我们便搬走吧。谢家不好吗？对门的距离，你说无聊还能常常回家看看。我和你在一起就够了，我知道你不想我见长生哥哥。小姐一定要定在二公子继承这日出嫁吗？只怕是不吉利吧。小姐，你去哪儿啊？我肚子饿了，出来吃个夜宵。是吗？一起吗？他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哥哥今夜不在府里，你死心吧。哎呀，你看我这身婚服可好看，母亲带我缝了半个月呢。好看。来都来了，就一起吃个夜宵吧，顺便聊聊长生哥近况啊。这只是朋友间的关心，别生气啊。我说如果有一天离开你的人是我，你会恨我吗？胡说八道什么啊！你身体又没毛病，自是要长命百岁，与我共白头呀。先回去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是夫妻了。我们虽是阴差阳错，家族联姻，可我却是真心喜欢他。雪儿，对不起，哥哥无法送你出家。为何总有不安的感觉？夫君还没来吗？小姐且等等，郎君这会儿怕是在吃酒呢。吃酒？我肚子都快饿扁了，他吃什么酒啊？小姐，推他识相。别紧张，自小到大他什么样子我没见过，不就是睡一觉吗？以往京中同好们都吹说谢子吟脱衣有料，传的和真的一样。待会儿便好好验验货。不好了，公子他！住手！谁敢拦我？我现是谢家宗父，谢子吟明媒正娶的妻子。凌雪，这是谢家，岂容你在此放肆？赶出去，别让他坏了我儿的好事！谢子吟，别怕，去叫人。谢家大公子短命长衰的事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难怪你们连个正经医师都不愿意请，连想的都是这些歪门邪道，生死有命，凭什么要我夫君的命来换他？我夫君是当今圣上钦点的状元郎，我不认。若你真的不信这些，且试试便作罢，绝不会阻碍你们夫妻同房。长生也是自幼守着你长大，你怎能如此狠心？谢伯父，你不行！别哭了，雪儿。谢子吟情到最深时，也只会唤我的名字，因为他觉得只有喊全名时，才会郑重其事到不让人觉得被怠慢。而他最珍重我。我自然知道，这不是逗你吗？我只是怕你选择了我，对哥哥仍有旧情。为什么瞒着我这么多？我恨你，我恨你！谢子吟，以后有什么事都有我为你撑腰，谢家不帮你苛待你都没关系，你还有我，还有林家。夫人真好。何时那般会亲了？可不是，新婚燕尔的，足足折腾了一整夜。想不到大公子平时一副君子如玉的模样，到了床上还不是？不可思议，勾践无眼。可是谁的雪儿这般气冲冲？你这个怪物，你们到底把谢子吟给我弄哪儿去了？雪儿说的，哥哥不懂。谢长生，你作为此吟最信任的兄长，怎么能这么做？明明是你说不喜欢我，为什么要在我爱上别人的时候这么对我？不过几日，雪儿便彻底移情别恋，倒叫哥哥好伤心呢。我7岁时第一次见你，你就那么大点，我指着你问伯母。这是我的未婚妻。是啊，长生喜欢妹妹吗？以后可要养好身体，好好照顾雪儿啊。我可以抱抱雪儿吗？看着孩子在那里多高兴啊！哎呦，
笑了笑了，哥哥好看吧？以后长生哥哥就是你的小相公了，我们雪儿艳福不浅啊！我要和长生哥哥睡。不过，小姐，公子可是日日都要泡药浴的，就是你很怕的那种苦药，很难闻的。不啊，哥哥身上都是香草气呢，雪儿喜欢。就让他跟着我吧，我这几日不泡药浴就是。可不能随着小姐啊，公子您的身体为重。无妨。哥哥最好了。你像兔子那样跟了我半年，直到谢子吟进入谢家。他是叔父妾室的儿子，本没有那种好命得进主家的，一切都是为了给我换体方便。可你连你自己都没发现，你多爱与他作对，引起他的注意吧。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？你和我的那些过往，不过是无足轻重的过眼云烟。子吟他回不来了。自然回得来的，只要雪儿不哭。哥哥何时服过你的意？是还要请那群道士回来做法吗？1月之期，这期间，雪儿只需乖乖顺从我。1个月后，我自会离开。你且放心，他只是在这身体内沉睡着，我们做什么，他都不会知道。你说过不会逼我的。明明是一样的脸，明明从前那么需要我，为什么？真是可笑！我爱慕你那么多年，竟从未发现你克己复礼的外表下，竟藏着这种病态心思。我以为人妇。我倒是恨自己从前太优柔寡断，我就不该为你铺好一切退路，让自己的心意如今被你狠狠践踏。长生哥哥，你敢碰我，我就自裁于此。你舍得不要他吗？我们何至于走到这般地步？今夜便到此为止，等你冷静好，我们再谈。对不起，雪儿，让你痛苦，非我本愿。公子，夫人她清晨一早便急匆匆收拾行李回了娘家。好，帮我送些东西过去，告诉他，我下朝后便去找他。是，公子。小两口这才刚刚成婚，我一定好好劝劝你们。子吟还不够纵容你吗？今一生不可能回到娘家来，你把夫家置于何地？母亲，怎么了？做法换体这种事，说给谁都不会相信我。没什么。夫人这么急做什么？既已回门，我们不如便留下小住1个月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只是1日不见雪儿，如隔3秋。你看，我穿着朝服如何？这邪术太恶心了，放大了我所有的感官和欲望。待在雪儿身边，完全压制不住。随便你，离我家里人远些，离我远点。母亲可是在外面听房呢。雪儿，你也不想等她回来后，婚内被传出夫妻不和的消息吧？还有不到1月吧，子吟回来还得照常生活的。我睡外间。可我睡不着。雪儿曾说过，无论哥哥提出什么要求，你都会满足我的。好啊，那我来给夫君哄睡。啊，多喂几口，多喝点才能更快发挥药效。哼，搞定。这1个月里，我尽心尽责在母亲面前和她扮演着和睦夫妻的样子。只有我自己明白，我爱人的身体里住着斯文败类的禽兽。我真后悔以前居然喜欢过这种人渣。只要没被最亲近的人认可，这副身体就终究不是我的。这邪术终是害人不浅，就恨我雪儿。居然真的记载了这种换体邪术。道士说，只要在30满月之夜重现当日场景，极度刺激下，便会引得生魂重新醒来，让我的子吟重新回来。还差最后一项，仪式就完整。谢长生，你骗我，你骗我！我死也不会再爱你。雪儿，
正如速读所见，你所处的世界不过是你的病娇小说。你的病娇哥哥谢长生是书中的短命鬼，而你的小青梅凌雪则是书中女主。你成了女主早死的白月光，推动剧情发展，成了男女主的虐恋9999章的心头刺。在女主重生后，女主便会满门心思折磨病重男主，最终又爱上他。而你是个被彻底遗忘的配角前男友。宿主，你做什么？禁止攻击系统啊！虽然是这么说没错，可是女主她重生后竟然多次为你自裁，导致小世界崩溃，于是系统只能紧急召回你这个男配，你为备选男主重活一世。你要做的就是俘获女主的心，让她爱上你，然后甜蜜蜜 HE。要是她没有爱上你的话，你便会在她的记忆里彻底消失。你愿意为此冒险吗？事到如今还废什么话？杀回去把我的女儿抢回来啊！都要赢回她的心。签订系统契约成功。我可以抱抱雪儿吗？哎呀，原来是尿了，乖，哭了啊，乖。公子病体孱弱，碰不得这等脏物之物，还是快些随属下去换身衣服吧。他不用换吗？得好好洗洗了，等丫鬟们试好水温，老奴便将小姐抱去。那我换完衣服就回。这孩子还真有小夫君那么回事儿，你看多体贴我们雪儿啊！可这谢氏公子到底是早夭的命，怕是配不起小姐。就是，母亲你可别再乱说话了。有病吧？一个小孩子怎么可能看得懂棋局？喂，有病的，把球递过来。你这是要把我妹当养成娃，花样挺多呀。小爷我偏不让你如意。幼稚。就这还造谣和我哥两情相悦呢？呸！大变态！我要快点长大，这样才能见到我的谢子吟。太好了，这一世二哥竟然没有死在敌寇手下，连和子吟的感情都那么顺利。只有一点，这碍事的谢长生怎么总出现啊？我已经和子吟订婚了。你还想做什么？你也重生了，对吗？所以才会那般抗拒我。雪儿，我已经逼着自己忍耐很久。没事吧？子吟，这一世我连输都不让你，倒看你怎么做状元翻身。哥，雪儿既是我的人了，还请哥哥自重。我们走。谢子吟，别忘记你的身份。谢长生，既然你够久了，算了，夫君，他本就体弱。不值得你出手。我是谁？夫君啊，我给你做了一件衣服，走，试试看合不合身。原来雪儿竟也重生了。谢长生，你本就是个短命鬼，别这么输不起，放手就当放过自己。向你深情，等你又一次跌入我的梦境。夫君，我又嫁你了。